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快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在颠倒地活着？你有没有在内心烦乱、感觉不到平静快乐的时候，曾稍微审视过自己，是不是把方向给搞反了？你追求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有没有可能并不在自己一直以来努力奔往的那个方向上？人们往往都是，如果事情按照自己希望的发生，结果达到了自己的预期，那就会开心、快乐、满足，对不对？我相信这肯定是绝大多数人获得快乐和美好情绪的途径。但是生命的真相却是反过来的。其实你本身就应该是快乐的、愉悦的、满足的。你的生命状态应该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部世界的发生和结果。也就是说，决定你是否快乐的应该是你自己，而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内容。你本来就应该保持一种愉悦轻松的状态，去体验和享受你的生命，去快乐轻松地做事，去自由地和这个世界交互，这才是生命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大家都活得本末倒置了。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太可能，太难了，怎么可能有人做得到呢？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用心去观察，你就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们总是很快乐，很有能量，好像没有什么能影响他们的自在和快乐。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在他们的人生里就总是经历着你认为的那些美好发生和结果吗？肯定不是。好，那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问是掌控你自己、改变你自己更容易，还是掌控和改变别人和外面的这个世界更容易呢？你不会觉得是掌控和改变自己要难得多吧？如果你这么想，那一定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也不习惯真正的去向内探索。你其实从来都没有坚定地迈出过那一步。不用怀疑，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掌控和改变自己更容易。难道你一直以来的不快乐，那些负面情绪，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没办法给到你想要的结果吗？你看，你一直想掌控和改变外面的世界，但是你都失败了几十年了，你成功过吗？不信你好好审视一下自己过往和现在的人生，你真正征服和改变了谁呢？你轻松地搞定了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吗？你能让所有的发生都符合你期待的结果和标准吗？发现没有？其实你根本就无法掌控和改变任何人，任何在你周围世界的发生。你根本没办法让这个世界按照你的意愿来运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你往往都是在说我要如何去追求我的快乐，去寻找我的快乐。这就意味着你想让这个无常的世界，想让所有的人和事都按照你的意愿运作和发生。你想让这个世界和整个宇宙都按照你所期待的方式回应。不管你承不承认，这的确就是绝大多数人想要获得快乐的方式。而这些快乐呢，都是来自于外面的反馈。可是这是一条不归路，在这个方向上，你最终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大的妄念，活在这个妄念里却不自知。你不苦谁苦？你不烦恼谁烦恼？好，现在你要好好体会一下我说的话。你现在应该面对的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如果你想要的没有如你所愿的发生，你是否依然还可以内心保持平静安乐的该做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现在要思考的问题，能还是不能？你需要去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反习惯，很不符合人性，但是我告诉你，这才是那条唯一正确的路，可行的路，能让你觉醒和解脱的路。因为这样你就不再是向外去追求你的快乐，
只有这样，你才能从颠倒当中再重新反过来。当你根本不在意结果，甚至忘了结果，也放下了对未来发生的执着，当你能以如此轻松愉悦地把一个充满意识的生命状态投入在一切生命体验的过程上的时候，你就从无意识的机械的活着，触及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层面。这就是不住果。一旦你执着于结果，那么你注定就会烦恼，会痛苦，会焦虑。我们所住的那个果，可并不全部都是已经成为了过去的那些结果。同时呢，它还包括了即将在未来会产生的结果。这两种结果，一个是属于已经过去的，一个是属于未来才会发生的。它们都是我们所恐惧和执着的果的范畴。打个比方，如果你一直为了你在一件事情上的失败或者不完美的表现而闷闷不乐、抑郁寡欢，内心纠结悔恨，反复地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一遍一遍地否定和质疑自己，这种烦恼和痛苦呢，就是典型的你抓着过去的结果不放。你被你的思维从此刻当下拉回到了过去，而这个果其实只是一个被你的大脑思维利用的媒介，因为你的大脑可以很好的借由这个已经发生的结果，然后展开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评判，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认同于这种评判，会轻而易举地被评判带走，从而升起情绪，然后呢，让你的业力系统成功地捕获你的专注力。而你一旦失去了你的专注力，被思维拉扯着回到了过去，那就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你了。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因为担心一件事有可能做不好、做不完美，从而导致大家对你的失望，然后因此产生了焦虑、恐惧，最后引发了你对这件事情的抵触，包括所谓的驱动力不足、逃避拖延症等等。而实际上导致这一切的依然是你的大脑的思维，它利用了一个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结果作为媒介，把你从此刻当下拽去了未来。所以你又一次掉线了，你又一次失去了自我，你不再是你了。所以每当你产生了以上这些困扰的时候，你就要先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此刻这个烦恼痛苦的我还是不是我？你就顺着这个问题往下参，一参到底，这样你就会破掉那个我执，回归本来了。当你正式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首先就要先忘记做这件事情的结果，因为你应该在一开始呢，就在觉知之下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应该做、必须做，并且你可以做，并且其实你已经预见到了做这件事以后会产生的结果。而对这个结果的态度呢，你应该是无论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都可以接受。既然这一切都早已经在觉知下完成了，那么你就要首先放下对结果的执着，把这个结果给它忘了，再去关注结果，只会成为你完成这件事情最大的阻碍。存在即合理，这句话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要承认一切存在和发生的合理性。重点在于你要承认，对于未来还未发生的果，我们也不要去想，不要去猜，因为未来的果取决于你此刻当下正在种的因。如果你被思维带去了未来，那么就代表着你已经失去了此刻当下的控制权，失去了自我，把控制权交给了这个肉人，那么你种下的因也自然不会是善因，将来结的果呢，也不会是善果，因为肉人只会造业。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心法，那就是每当你纠结在烦恼当中，无法继续专注地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先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看看让你烦恼痛苦的是不是属于结果的范畴。如果是，你就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告诉自己，我又一次被思维带走了，
陷入到了对过去或者未来的果的执着当中了。只要你如此做了，这便是你离苦得乐的解脱法门。只要我们做到努力种因，结果随缘，那么任何的发生，任何的结果，顶多只能影响和改变你的生活情境，但是它无法影响和改变你的生命状态，或者说你的意识能量。无论怎样，你都会很好，因为结果对你并不重要，你只是自然而然地把全部的意识投入到当下你需要做的事情上，全然地去体验和享受你应该体验和享受的生命过程，仅此而已。并且你会惊奇地发现，往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毫不费力、轻松愉悦地去做事，竟然却都能把每件事做得很好。因为此时你正在以一个充满觉知的状态去指引你的头脑和身体做事，去体验和验证你生命的本自具足，这才是一个觉醒的生命应该呈现出来的状态。所以在你身边的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自然也就会变得相应的丰盛和圆满。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觉醒的人，他们可以很快乐、很轻松，看似毫不费力，甚至很享受的，像玩一样的去完成一些在别人眼里无比艰难宏大并且不可思议的事。好，最后，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还是不快乐、不幸福、不平静，那么你不妨先停下来，好好安静地观察一下自己，参悟一下是否应该从向外寻找你的快乐转为向内去探索一番。从平时总是带着对某个结果的执着、期待或者恐惧，去焦躁不安地在痛苦折磨中去做事、去工作、去生活，转化成内在平静、轻松、愉悦的，可以接受任何结果的去做事。把所有的注意力从头脑中拿出来，专注在当下做事的过程中，试试看你的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